嘿，Hello，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昨天下午上的那支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苹果自己在 Siri 里面不小心泄露他们新的产品发表会在什么日期。那昨天晚上我们也确切收到了苹果发表会的邀请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部分，这个邀请函里面可能藏有一些彩蛋。OK， 那昨天那个影片上了之后啊，消息来源就有联络我说，哦，对了，还有更多消息你想要知道吗？然后说废话，我当然想知道，没有开玩笑，非常谢谢他们提供消息给我们。OK， 那加上这边有很多人在我的影片询问，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新的产品的细节，那或者是我提到一些产品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会有什么配件啊，有没有更多的资讯等等，刚好就有人提供了。然后呢，那还有人留言提到说我胖了。我讲那么多，结果你只有看到我胖啊？对啊，好像是有胖一点，我慢慢减肥。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主题，那这个邀请函你点下去之后，它就跟先前一样会有一个类似 AR 的图示出来嘛？那你要在手机或是 iPad 上面点才看得到。那通常这个图示里面都会有一些隐藏的小彩蛋，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里面到底藏了什么。OK， 其实我看不出来，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它里面藏了什么。OK，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消息来源提供的资讯啊，还有昨天有很多人上了不同的影片，那 Bloomberg 也有分享一些新的消息出来，我们就来慢慢的讲到每个产品。那我们就先来讲 AirTags，OK， 那这个产品讲了好多次，讲了好多年。然后应该是趁了这个产品大概1年左右吧。那以前我有做一个影片讲过细节啦，那我每次都会贴连结，可是贴完连结还是会有人在下面问我说这个产品到底是干嘛的。好，那我就再解释一次。那 AirTag 它就像是一个追踪的装置，那它使用的方式就除蓝牙之外，还会有苹果的U1 的晶片在里面，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科技。那它就可以跟苹果所有生态链里面的装置去做连接，去做扫描。那这种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小 AirTag， 就它就像一个小型追踪器，不管是挂在钥匙啊、放在包包，或是粘在什么装置上面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如果你这个东西掉了，那它可能就会第一就是记忆你最后所在地是在什么地方，只有你的装置跟它的连接是在什么地方。那如果这个方式还找不到的话，它就会去搜寻身边如果有一样是苹果装置的人，那它就可以帮助你去定位这个产品。那这种时候，比如说我们举例啦，在机场好了，那机场一定有很多人嘛，然后现在机场好像没有什么人。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在机场很多人的话，那身边一定很多人用 iPhone 啊、iPad 啊、Mac 什么等等。那这种时候，如果说你东西掉在某一个角落，或是被人移动到某一个角落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东西的东边有3个人使用 iPad， 然后西边有2个人使用 iPhone， 然后反正就是4个方向都有不同的人使用苹果装置的话，那这种时候它就能扫描到非常精确的让知道说你的东西的位置会在什么地方，因为 U1 晶片就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判断这个距离在哪里，所以如果有多重不同的装置同时判断距离的时候，对于它这个地点判断就能非常的准确，然后再加上再来寻找的 App 里面会有一个 AR 的装置，可以让你用 AR 的方式去看说我的东西大概是掉在什么地方，所以 AirTags以我目前了解就是大概我们知道功能就是这些。那苹果出来的话会不会有更多附加的功能在里面？我们目前知道的是在它的 App 里面有透露可能会有第三方的装置，那这个意思就是可能会有第三方出的像是行李箱的品牌可能内含 AirTag 在里面，或是背包的品牌，或是有人说雨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或是第三方厂商的耳机啊什么这些等等，可以内含这样的晶片在里面，然后也可以透过苹果寻找的 App 里面帮你去寻找。那这个可能就跟 AirTag 稍微是分开的，可是它又有点包含在寻找 AirTag 的这个 App 的功能里面。那还有另外我们知道就是说苹果也会出相关的配件啊，像是钥匙圈啊、皮套，可是据说它价格会不便宜，只要是苹果的皮制品，它价格都不会太低啦。所以我看会不会这个皮套它价格基本上跟 AirTag 相当，或者是比 AirTag 还要贵，这样就蛮好笑的。那下一个我们来讲 Apple TV， 那我们有讲到就是 4K 120Hz 的部分。那这边还有讲到一个就是会有新设计的遥控器，那他们已经有看到这个新设计的遥控器长什么样子。那他说设计会很类似像以前的 iPad。那如果你们没有用过 iPad 的人，就是它可能上面有个小萤幕，然后下面有一个click wheel， 像是控制的圈圈。那我不确定那上面的萤幕会不会在，可是他说控制的方式会很类似以前的 iPad。我觉得那这样的控制是一个蛮合理的方式，因为我一直觉得 click wheel 是一个很好去控制界面的一个方式。那如果它 click wheel 是做成一个很大的圆形的触控板，
那你在旋转的时候一样可以快速的跳动页面，然后你在滑动触动的时候一样可以像是游标的方式去触控它的话，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是蛮实用的。但这个产品在 Mark Gurman 的 report 里面没有讲出来，它基本上讲的就是只有3个。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部分。好，那下一个就是 iPad Pro 11寸和 12.9 寸。那我们有讲到这2台11寸和 12.9 寸，好像唯一最大的差别就在它们的萤幕。那11寸是 LCD， 12.9 寸是 Mini LED。然后呢，漏掉的一点就是他们会有雷电的接孔，就下面 USB-C 会变成支援雷电的接孔。那对你已经有 USB-C 配件的人，它还是有向下支援可以用啊。可是用雷电的接孔，它当然就是它的扩充性啊，跟它可以连接的装置，跟它传输的速率都会更快。所以呢，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那这样感觉 iPad 跟笔电的距离又越来越接近了。那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是好事啊。不管是你在扩充接萤幕啊，或是另外再接到那种雷电3的转接器的时候，它可以扩充出去的装置，可以连接的配件都会更多。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升级哈。就是说会厚一点点，他没有说厚多少，他说以他的目测应该是厚一点点。那 Magic Keyboard， 那我们先前有谈到这个地方，我在想 Magic Keyboard 为什么要升级？因为不是才出了一个，然后大家基本上有用的人也都觉得还不错。那可能有些小地方，我个人觉得不喜欢的就是它在翻起来的时候，它不能有一个方式平躺。那这种时候对要可能用 iPad Pro 来画画的人，他就必须要拿下来之后，然后再来画。那如果你使用是习惯同时使用的键盘啊，然后你想要很快速的在这之间做切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不方便，因为你要取下来，然后再找一个空间放着，然后才能画画。那第二个我不喜欢的点就是太重。那这边消息来源提到，就是说 Magic Keyboard 会稍微轻一点。那他说他轻化的地方会在折上来粘着 iPad Pro 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会轻量化一点。那他说下面的重量应该还是会一样，因为就是他要利用下面的重量去平衡你 iPad Pro 放在上面的时候的重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应该也是蛮合理的啦，因为背后那个部分当然是可以做轻量化就轻量化，因为那个地方对配重来讲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差别。OK， 那整体来讲，先前很多人抱怨像是 iPad Pro加上键盘之后，比 MacBook Air 或是 MacBook Pro 都还要厚跟重，这个或许可以得到一点解决吧，至少它不要那么重。那 Apple Pencil 呢 ？Apple Pencil 它的说法是说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他说可能比较便宜。那我们没有细去讨论这个地方，是说它的用料会比较便宜呢，它是一个比较低规的版本呢，还是它就是不一样比较低规的 Apple Pencil？ 那或者是说它的成本跟材质降低，可它功能一样，这一点我们就还没有太多的细节哦。对，刚忘了提到一点，他说 Magic Keyboard 是一个苹果算是最不赚钱的一个产品，跟 AirPods Max 一样。OK， 他说他们的成本都是将近2/3左右，所以它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产品苹果毛利最低的产品。好，那 iPad Mini 目前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部分这个有点争议那最后 iMac， 然后他说真的会有5个颜色，那我当初差点想说，如果真的有那么多颜色，我就买粉红色。OK 其实我也不讨厌粉红啦，所以也没差。然后这么多颜色就让我想起当初的 iMac iMac 那是 G3 吗？反正就是很多颜色的那一台，它基本上就是一体成型，像个果冻，然后很多果冻色的那一台。那当初也是苹果慢慢起来的时候推出这些全新设计的产品。那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想要呼应到上次先前那个好像是 G3 的 iMac 还是什么。那讲到 iMac 的话，我第一台的苹果装置除了 iPad mini 之外，其实第一台电脑就是 iMac。那我的 iMac 是 G5。那当初还是末代版的 G5 当初买了，其实也没有非常清楚啦，也没有很清楚说苹果再要换到 Intel 什么，因为当初就是需要电脑然后就买，然后后来苹果换过去 Intel， 自己当然有点后悔，因为 G5 是一个非常会发热的一个处理器。那可是当初还是用的非常开心，那也是在上面慢慢的开始学了很多不一样的软体使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 iMac 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产品，所以这一次的新的 iMac M1X 我也是非常想买，据说是2个尺寸都有，所以我应该会想要买比较大的那一台，如果有31寸的那一台的话，当然是锁定那一台。那如果只有小台23寸或20几寸的那一台的话，我可能会再考虑一下，因为我势必就还要再外接一个萤幕嘛，因为我现在自己的萤幕就已经是29寸左右那剪片的话我还是需要大一点的萤幕。好，那再来还有就是一些新的配件的颜色，像是手机壳手表带那这些颜色我目前看到我自己都觉得没有特别喜欢所以就是看你们自己怎么想，到时候可以去现场看看。OK， 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些争议性比较大的一些产品。第一个就是很多人问，非常多人问的 iPad mini。那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样机的流出来，所以看起
起来应该是这一次会跟 iPad Pro 一起。那这我得到了2个不一样的讲法，我就一起分享出来。那第一个来源就是昨天跟今天早上这个来源，他就说没有，就是没有 iPad mini， 他说 iPad mini 还在 EVT 的阶段。那 EVT 的阶段就是它基本上它还是很有可能去更改它的设计，或是里面有什么问题还没解决。OK， 那另外一个来源说的很有趣，他说因为我昨天早上的影片有讲到嘛，他说有2个不一样的 iPad mini 的设计。他说 EVT 阶段的是那个全萤幕的那个 iPad mini， 他说那个在 EVT 的阶段。那他说其实这个如果要照旧的设计，这个 iPad mini 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2个差距就还蛮大，可是同时都有讲到有 iPad mini 在 EVT， 所以我就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那虽然这不是我想买的产品，可我知道很多观众想知道这一点。OK，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剩几天你就等一下，不管你要买的是旧的 iPad mini 或是等新的，那就算新的发表会没有的话，你也只要等大概几天而已，就会知道这个东西。OK， 好，那再来就是 AirPods 3，他说又回到测试阶段。OK， 所以这次可能不会有。那这个其实在Bloomberg 的新闻里面也没有提到这个产品。那先前龚明骐也出来说 AirPods 3又向后延，消息来源是说某些问题他又回到测试的阶段。那基本上他说他看到就是设计的雏形什么都好了，可是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问题，然后又被踢回去测试的阶段，所以这次可能不会看到。那有另外一个来源是说，在里面充电的部分跟 AirPods Pro 的第2代他们在做调整，要支援更多的充电方式。那他讲到 MagSafe， 可是我就不太，我想象力还想不到，就是说这个资源 MagSafe 是什么意思？他有说可能双向充电或什么，那看你们有没有人可以想到有什么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OK，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让它踢回去 ？OK， 那还是说它其实就会出来？那我们在这几天就会知道。那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AirPods 3，所以对于这一点我也是蛮失望的啦，因为我自己不喜欢 AirPods Pro， 然后我也不想再去买第2代，然后我就想用这个全新的设计。那连山寨版都已经出来了，现在原版好像还有点渺茫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反正就是到最后一刻，到发表那一天会有什么产品，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任何的惊喜，所以也不要放弃。那我觉得也不要因为现在这个消息才差几天就去买一个旧版的产品，反正就等出来之后，然后再决定你要买什么。OK， 好，那我应该大致上都有讲完，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应该是要拍个速报，可是太多东西讲，这可能会变成一个很长的影片，那我就尽量把它缩减，剪得稍微短一点。OK， 那你们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私讯我的私讯我的 IG 跟私讯我的 Twitter， 或者是你们想要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些你们的想法都欢迎。OK， 下礼拜的发表会我们当然也会进行直播，然后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产品的资讯，所以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